前一段时间呢，我们频道帮助大家听懂了从28万元到698万元不同价位的麒麟音响，这反响还是比较不错的啊。现在呢，新能源汽车呀都比较火爆。本期视频呢，我们总共找来了9辆不同价位的新能源汽车音响啊，准备起来非常的费劲，一车呢也给了我们非常的帮助哈。所以说大家不要吝啬那几个圆圆的硬币啊，以此鼓励一下。本期视频呢，参与试听的新能源汽车型号有宝马最新的 i7，这外观看久了总感觉自己得散光，标配旗舰宝华韦健音响；理想 L9 21个扬声器，疑似苏州上声代工，支持杜比全景声，还自己捏造了一个7.3、3.4的规格。红旗 EHS9 16个扬声器没贴标，疑似是 BOSS。小鹏 G9 中高配标配的单闸音响18个扬声器，蔚来 ES7 23个扬声器，支持杜比全景声。凯迪拉克 Lyric AKG 音响19个扬声器，保时捷 Taycan BOSS 音响10个扬声器。奔驰 EQS 标配小柏林，很遗憾没有搞到大柏林的样车啊，下次再说。最后一款特斯拉最新的 Model S 22个扬声器，因为国内还没有现车，所以说我们在美国找了小姐姐帮忙测试录音并拍摄。大家好，我是阿妹，今天帮 Like Music 在洛杉矶测试这款 Model S 的音响系统。让我们一起去到特斯拉里面去吧。本期视频呢，我会通过带劲的声音设备录制实际听感，并给予简单的评价啊，没有任何车企充值啊，大家可以放心使用。试听环节的左下角呢，代表了当前声场宽度的表现，右下角呢为实时的一个频响曲线。请戴好耳机，一起聆听汽车音响效果。
Story's true. Walking the streets alone, I was feeling rather blue. Suddenly I saw a girl and then she looked my way. She said, now how do you do? Her name was Sunny Day. Her daddy couldn't wait. Now this is what she told me. He said it rained and rained and rained for 9 months straight. And like a miracle, it stopped when she popped out the pace to break. That's why you see they call her Sunny Day. Now she had that picture perfect smile that could light up all LA. Never believed in love at first sight till I met you, Sunny Day. I didn't know what to do, no, no, no. I didn't know what to say. I never thought I'd meet the perfect girl till I met you, Sunny Day. 接下来呢，进入到点评环节哈，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听感打个分，满分10分。理想 L9 这台车的氛围营造的感觉非常好，沉浸感比较足啊，而且不同位置的频响一致性做的都还不错，观看杜比影片的片源时啊，确实非常爽。但是唯一感觉不足的就是低频和中频的衔接有一点不自然，而且小音量下呢显得稍微有点单薄。1至10分，大家打几分？红旗 EHS9 感觉还是类似于 Bose 的调教啊，低频比较厚重，功率呢也比较足，推力也比较大。其他呢还得大家多听多对比啊。这台车呢，其他的评价就交给观众朋友了。1至10分打几分？凯迪拉克 Lyric 整个调教呢，我认为是所有车当中啊最均衡的一台，听感呢比较高级耐听。因为同轴单元的加持呢，人声部分呀是今天测试的新能源汽车当中排名非常靠前的。因为是 AKG 的调教，所以说啊 Lyric 也是凯迪拉克为数不多啊低频不轰头的车型。缺点呢，第一个我认为啊就是混响部分的调教稍微有一点过。另外呢就是 Lyric 内饰共振啊还是有一点的，可能是批次问题啊。1至10分，大家感觉可以打几分？奔驰 EQS 外观嘛，我感觉太前卫了，我个人不是太能接受啊。但是这车呢搭配的小柏林，我个人认为啊声场的氛围营造的还不错，混响部分的调教感觉刚刚好，听管弦乐和爵士乐也非常有高级感。缺点呢，我个人认为 EQS 啊对于歌曲的解析力以及频率的分离度还是不太够，而且遗憾的是这台 EQS 选配的是小柏林啊，下次如果有机会大柏林再帮助大家来听懂啊。EQS 小柏林1至10分，大家打几分？宝马 i7 啊，虽然说这外观不太符合我这审美，尤其这大灯啊，盯时间长了真的像散光一样，内饰呢也特别像豪华 KTV， 但是它标配了旗舰宝华韦健音响，支持杜比全景声。我认为 i7 是整场表现的最好的一台，甚至有一种劳的感觉。
测试当中呢，采用的是录音棚的模式，声音非常干净，无论是频响调教还是声音的分离度呢，都非常不错。人声部分呢和 Lyric 一样，都比较高级啊，感觉比上次测试的沃尔沃 S90上面的宝和伟健还要好。而且因为内饰装配的工艺还不错啊，比较氪金，在第一首测试音乐低频下潜到最深部分的时候，也是这么多车当中唯一没有内饰共振的一台，整车呢浑然一体。缺点呢就是这台车确实太贵了，快200万买一台电车的人呢，那也是非富即贵啊。另外呢就是管弦乐的部分的氛围感稍微比 EQS 逊色一点，1至10分大家打几分？保时捷 Taycan 啊，虽然贵为保时捷哈，但是我感觉这音响并没有惊艳到我。大家认为呢？我一致认为啊，这车机设置是不是有问题？结果这还真不是，这高频毛刺感非常重啊，低频虽然很厚重，但是内饰的共振却比较严重，和我们之前测试的法拉利 SF90有之过而无不及。不知道选配的柏林之声版本会不会好一些？不过保时捷嘛，帅就行了，性能带劲儿就够了。不会有人真的在乎音响吧？听个声浪啊，不，听个电浪也比听音响强。1至10分，大家打几分？蔚来 ES7 整体表现和上次体验的 ET7 差不多啊，因为都是速州上升啊，带功率扬声器 ，ET7 的声场营造的还不错，但仍然感觉低频的节相好像差点意思。1至10分，大家打几分？小鹏 G9啊，这一套单拿整体感觉比上次测试的小鹏 P7 会好一些。P7 那最严重的不同位置频响不一致的问题啊，G9改善的非常多。这一套单拿的调教呢，听感感觉还是偏干净、染色少的那种，不焦不燥，频响呢较为均衡，非常耐听。1至10分，大家打几分？特斯拉 Model S 由于只听到了录音哈，大致感觉调教和以往的特斯拉差不多，比较干净，没有过多的染色。后面如果国内有现车呢，再给大家详细做测试。听小姐姐说呢，这一代 Model S 隔音好了很多，可能是 ANC 加持的缘故。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投币、转发。如果本期视频点赞过2万，下一期给大家搞一个劳斯莱斯的全家桶过来听听，大家感觉意下如何呢？另外呢，本期视频所有的试听音频我都传到了易车 APP 汽车音响试听的板块当中，大家可以去对比试听一下。我们下期再见。